经微亮，我睁开双眼，长夜漫漫总有散，来到故事终点。如果有人问，此生不悔，碰触着你的地方，刻下纠缠印痕。说再见不是离别，何必追赶这句点？思念在一瞬间，情到地平线。荒野在歌唱，大地在缄默，光里穿透海，尘埃中花开，有复往的天，誓言追光阴，灵魂在寻找时间缝隙和你的方向。是谁？谁把我的被子扔出去了？我都答应你们搬下楼了吗？还玩我？大早上让我出来捡被子。不过搬下楼也好，这样就可以不被天瑶发现，我就可以暗自谋划了。我这还是黑色衣服和天瑶比较配。天瑶的伤好了没有？他不会忘记擦药了吧？我喜欢上他了。喜欢一个人就去追啊！你喜欢喝什么？选一个吧。露珠吧。了解他喜欢什么，然后投其所好。爱一个人，时光走慢，点滴都是情书。你在干嘛呢？天耀，你过来。你闻，花香的味道。这是我今天早上刚采的露珠。露珠？
你若是很闲，不如去练个功。哎呀，你去拔剑的时候，我会练功的，你放心，帮你找回身体这件事我记在心上呢。你尝一尝嘛，这可是我今天早上刚采的，还有花香呢。天上的月，悄悄替我爱你，洒满星空，新年的梦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你这个小胖子，我的，你胆子挺大的，是他作为我的。算了，随他们去吧。这还算是有个懂事儿的人。说谁不懂事呢？你这个女人好凶，像老虎。是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三番两次的坏我的事儿，他能忍你们，我可忍不了。就算你再凶，我们要誓死捍卫我们龙骨的规矩。我们这儿就是不准那啥，我哪有那啥？试图也不行。谈情说爱会招来厄运的。你们这哪来的歪理呀？是真理。20年前，都是因为龙主对一个玄门女子动了感情，我们龙骨才会招来灭门之祸。在我们玄门，只有丈夫才能给妻子梳头。你之前不是说，靠近护心灵会好受一点吗？这是我应得的。男女之情，是这世上最大的灾祸。对，那件事，不是你们龙主的错，也不是感情的错，而是欺骗感情，去行罪恶之事的人错了。我们听不懂，反正我们这里就是不许动感。冒烟了，冒烟了！万小烟，哟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救命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，我们不在迷雾森林了。不是的，是戒指，戒指，戒指。我大王也在戒指里，他现在被黑气彻底弄疯了。哎，我之前在戒指里看到你用那个什么剑，斩断了森林的黑气。你赶紧给我大王也来一剑吧！求求你了，你看我头发都快被他薅秃了。你要的那个剑，他自己飞走了。他们说的剑，不会真是赤焰龙牙吧？不可能，我每天守剑，眼睛一直都盯着他，没人拿剑。就是有那把剑。你们自己看。这下可算真相大白了吧？他真的是龙主。我们终于等到龙主回来了。他真的是龙主。我们去找龙主。等等我，一起去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现在去找他也没有用。你要的那把剑，他现在拔不出来。啊？为什么？赤焰龙牙，只能有赤诚之心的人才能拔得出来。他现在被过去的种种事情困住了，已经不是以前的心境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们得想办法治愈他。你得帮我。救大王也得靠那把剑。行，我帮你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
快起来吧，快起来！龙主，对不起，我有时晚上是会睡着，但我没想到龙主真的能回来。我怎么能这样怠慢龙主呢？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好了好了，让你们龙主赶紧回去休息吧啊！龙主，虽然我们之前做了很大逆不道的事情，但你以后千万不要跟女人谈情说爱了。你又胡说八道些什么啊？龙主，这个女人对你有想法，龙主。你又瞎说你别相信她啊！放开他！龙主，你有对这个姑娘动情吗？没有。走吧走吧，带龙主回去喽！带龙主回去喽！别难过了。白小生，你可知错？平村上，属下确实不知道，迷雾森林就是通往此处的入口。可你竟带来了玲珑，毁掉了迷雾森林的入口，还险些破坏了我的大计。属下知错。我吩咐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我已找好对象，正准备带他们进入青丘，帮村上去伪密报。你已经让我等太久了，不要动歪心思，我会时刻盯着你。真走，真矫情。等等，我用了整个幻族的血，才在此处做出了连接尊上识海的入口。你既带人来把入口的门弄坏了，便得想办法修好。这也是尊者的意思。引来！这样可以了吧？尽管我们都效力于尊者，但你干你的事，我干我的事，不要再给我添麻烦。就你话多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的。在那之前，我一定先杀了你。那你就来呀，反正这样的日子我也活腻了。尊上，我
我会为你去找到更多的力量，让你早日脱离困境。好大的鸡腿啊！龙主，你有对这个姑娘动情吗？没有。走吧。这胖子压死我！哎，龙主，你怎么还醒着？你们睡吧。龙主不困吗？龙主明天还要去拔赤焰龙牙吗？得去。龙主为什么现在拔不出赤焰龙牙了？许是因为我变了吧？不管龙主变成什么样，我们都誓死捍卫龙主。尤其是在感情这件事情上。你们放心，我不会再踏入同一条路。快睡吧。我这算是被他拒绝了吗？我都还没有告白呢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不能这么轻易就放弃。不过仔细想想，要换作是我被所爱之人伤害，估计也会很惧怕情爱吧。我要给他一点时间，等他。在等我吗？白晓生，这龙骨的葵花籽可真香。你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神出鬼没的出现，吓死我了！寻寻觅觅呀，最终你我还是在这龙骨相遇。是吗？你之前去哪儿了？说来话长，其实……白小生。是啊，我大王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，从戒指里跑出来了。大王，别怕，在这里等我回来。
杀人偿命！大王，杀人偿命！我对不起，我大王平时人很好的，他现在也是因为被黑气所缠，所以失去了意识。白小生，你也被控制过，你应该能理解我大王无可奈何的心情吧？我理解，可是我也是受害者，他打我就算了，他一口鼻孔。你们这样也不是办法，要不我们坐下来，对，聊一聊。杀人偿命！杀！崩坏了吗？没有。发生了什么？你没事吧？你又来了？什么叫又来了？我的心可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啊！哎呦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迷雾森林黑气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事到如今啊，那我也没有必要瞒你们了。其实啊，我也是黑气的受害者。哎，你抓着我怎么讲啊？你让他说。是啊，也不能不给人解释的机会啊。像我大王，他真的就是受害者。这个事情啊，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。那时有一个人，他操控了这黑气，灭了我影妖一族。我的娘亲保护了我，让我侥幸活了下来，但是终究没能逃过被黑气入体的事实啊！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在寻找解决这黑气入体的方法。经过多年的探索，我终于找到在青丘有一秘宝可解我痛苦。可是这秘宝啊，需要一对真心相爱的有情人的配合才能拿到。所以你一直念叨的有情人，就是因为这个，你才撮合我和……没错，一对真心相爱的有情人，那可比秘宝来的珍贵的多呀。我也失败了无数次，直到我遇见了你们。怪不得你这一路上都在帮助我们，听起来有道理啊。同样是被黑气所困，为何幻王神志不清，而你却神志清醒？那是因为我的真身还被别人控制着，尚未完全被黑气给侵蚀。我怎知你现在所言所行，不是被人所控？这命被别人握在手里的感觉可不好。我苦修这么多年，为的不就是不被别人控制，早日夺回我的真身吗？你背后之人是谁？黑气之主，青丘的一位童术师。只可惜啊，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真人长什么样子，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当然喽，这些都只是口说无凭。你要是不相信我呢，那也很正常。所以我提议啊，我们先把戒指里幻王的黑气给斩灭了。等他神智清醒出来的时候，自然会告诉你们，制造这迷雾森林、拿黑气迫害他的人根本不是我。对啊，先斩断他。可是他还拿不出那把厉害的剑呢。哎，这件事情严重关乎我的清白啊，所以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力度来帮助你们的。你真的愿意帮助我们？当然。你跟我走一下。哎，我不需要他。我知道，你不需要，我需要。走吧，你在这休息啊。那我也先告辞了。啊，我这是为了帮你忙。你说内龙拒绝了你？凭什么呀？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同步，也是正常的。我想明白了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对了，有件事情
我要跟你坦白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之前我跟天耀情深相爱，是假的。我们是为了想要你帮忙，骗你演给你看的。对不起啊。真的呀？嗯。但现在我是真的喜欢上他了，真情实感，不掺假。你们真心相爱，这都好说。那现在呢，有个困难，就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，治愈他心里过去的创伤？治愈人心这个手艺，我不会，我只会给人送终。你别说丧气话。我觉得他说的也没有错，这喜事跟丧事不都差不多吗？啊，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丧事跟喜事不都是人生大事吗？要办肯定得走心，对吧？对。哎，你说说，你怎么给人家办丧事？嗨，无非就是吹拉弹唱一条龙，留字刻碑造氛围，舒舒服服送他走。真要喜事丧办呀？不好不好，这样会刺激到他的。我们还是想点阳间的活吧。那别的我就不会了呀。哎呀，我就不懂了，到底为什么拒绝你啊？啊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脾气也好，心地又这么善良。你说我啊？你还信任我？当初在迷雾森林，是你找到我的，你把我从荆棘里面拉出来，那是我的幸运。呀，兄，你喜欢他呀？哎呀，看来你真不懂阳间的事儿。他这是在安慰我，让我自信的面对天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以前撮合我跟天耀的时候，让我们2个人睡一张床啊？真的？还有，前不久他还帮天耀盯着我，还不让我跟大师兄说话。对，你也是费心费力，不容易啊。没办法呀，毕竟他们是我亲手选出来的，有情人。你放心，就凭你做媒这情谊，你就是我兄弟了。哼，若你真能撮合我俩，我之前答应你的事儿，我们说不定也能做到。唉，可这也太难了吧？他心门都关上了，怎么治愈？怎么感化嘛？谁要跟你兄弟？天耀心门紧锁，可能是因为他身上背负了太多的责任与内疚。他认为20年前小精灵们的死，都是因为他爱上了素影。若要打开天耀的心门，得让他与过去的自己和解。和解？想到办法了？拜见龙主。快起来吧。龙主起得好早。龙主睡得好吗？龙主又要去许愿吗？大家快看！又是那个姑娘和这个新来的，他们好像这几天一直都在一起。他定是又要和任探清说爱了，真是个灾星！要谈恋爱出去谈啊！这几天他们都待在一起，他不是已经情根深重？龙主，你放心去许愿吧，我们来负责把这2个灾星赶出龙谷。随他们去吧。龙主冷漠又强大的样子真帅气。是吗？可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不对？哪儿不对啊？我觉得龙主好像生气了。哪里生气？没感觉啊。不，你不能进去。他们在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哎，真的没什么。哎，我不想跟你打，让开！我也打不过你，我就是在这里帮他们放风的。求求你了，你就当没见过他们吧，他们真的已经努力很久很久了。努力？
嗯，很久。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不能告诉你，等他们想告诉你的时候，自然你就知道了。龙骨，不准谈恋爱。啊？哦，好。看看你的，挺可爱的。靠我这么近干嘛？认真一点。我很认真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时间很紧张。哦，来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你看，狗狗开心。你认真点。我很认真。哎，你不是影妖吗？操作这个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吧？是很容易啊，但是不就是因为我们真情实感的演出，所以才感动吗？那你要好好背词。你还记得我说哪句话的时候你上来吗？什么话？就是“大郎，大郎”那句。然后我说什么了？然后你就上来了呀！完了！怎么了？刚才那条大龙往这边来过，它好像知道咱们在干些什么了。我们做什么了吗？它好像真的断情绝爱了，特地来嘱咐我们说，龙骨不能谈情说爱的。他是不是让我们不要努力了？哎呦，怎么办呀，燕怀？我觉得你可能搞不定他了。要不不管他怎么想的，我要做的我就得做。我们不能再等了，成败就在今晚。又是那个姑娘和这个新来的，他们好像这几天一直都在一起。他定是又要和人谈情说爱了。我知道，你不需要，我需要。走吧，你早点休息啊。他们真的已经努力很久很久了，等他们想告诉你的时候，自然你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龙主，我们来接你回去了。今天其他小精灵没来，是因为他们都去湖边树下看皮影戏了。皮影戏？就是那女人和她爱人鼓动那玩意儿。你别说爱人，晦气。相好的。听说他们好像是为我们准备的，还准备了葵花籽和茶水。别看了，哎呀，只知道谈情说爱的人准备的什么肯定都不好看。就是，我们才不想去呢。你们如果想去，便去吧。我们不想去，龙主，你要是想去，我们可以陪你一起去。对，我们可以陪龙主一起去。我不想去。姑娘们、公子们，晚上好。
为了感谢大家在龙谷对我们的热情款待，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出精彩的皮影戏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！大声点儿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！好，开始。从前，有一名隐士，叫北郭先生。他呢，住在山谷里，收养了很多很多可爱的小动物，一直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上早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寒山狼来到了山谷。大狼，大狼，你怎么啦？哎呀，我受伤了，你能不能救救我呀？善良的北郭先生，像救助其他小动物一样救助了寒山狼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寒山狼竟然恩将仇报，把山谷里所有小动物全都吃光了。北郭先生也被寒山狼咬伤了，休息了很久很久才好。可是北郭先生，他非常的后悔，也非常的自责。直到今天，他遇到了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。北郭先生，你为什么选择了救狼？北郭先生，你为什么要选择善良呢？他不知道呀。对啊，都是因为你，小动物们才会死掉，这是你自己造的孽，你应该要给所有的小动物们赔罪。干嘛打我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北郭先生？你这样对他，以后再遇到小动物受伤，北郭先生就不敢救了。他救人没有错。不对，就是北郭先生错了，是他的善良害死了小动物们。不是因为他的善良错了，是因为狼错了。对，是狼错了。狼错了。对呀，我也觉得北郭先生并没有错。你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。对不起啊。天耀，龙主，耀文，耀文，天耀。耀辉，你越界了。我知道，但你画的这条界，我必须要越过。我的过去与你无关，可是你的现在与我有关。让开！我不让。我不愿意看你在山上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。你这根本就不是在为了未来而努力，你这是在惩罚你自己。是又如何？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心疼。一为一条偷偷汹涌，情不自禁温柔，洒满星空，信念的梦，让月光也有轮廓。
着放下，我看不清，发染尽离丝，闲情两极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离，落雁会消失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黄昏醉了相思，风拂过一声叹息，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一杯离人泪，几人尝过？绵绵人似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聚散总容易，细数相识，烟雨无尽。水尽人间，春风还依旧，带着你的回忆，盛满了来路。回首几度不忘，寻找你曾经模样，执手相看经年，人间繁华依旧，此间有时情难弃。